存款移民门槛升级，莫西非2贫贱能移。Hello， 大家好，我是 J， 我是 KK。经常听说有存款移民的方式去新加坡、韩国、土耳其，但动辄就要100多万美金，普通人哪有那么多钱呢？普通人移民存钱任哪里？今天就谈谈普通人也能负担得起的存款移民方式，介绍4个国家的存款投资移民政策。先来看看墨西哥的签证。很多人都考虑移民墨西哥，但这个可能是最难办的签证之一啊。如果想移民长居墨西哥，就需要办理临时居留签证，适用于居住时间超过180天且不超过4年的外国人。最近签证变容易了吗？有什么要求呢？简单的说，就是要 show me your money， 因为最重要的要求就是在你的银行账户里，过去12个月内每月平均余额有最低工资标准5000天的存款。存款移民并非浪得虚名啊！目前最低工资标准大约为249墨西哥比索，相当于14美元。我们简单计算一下，就是大概要7万美元的存款才符合申请要求哦。那么这些钱要存放在墨西哥银行吗？没有这样的规定啦，在你居住地的银行就好，但所有文件都必须提交原件哦。那如果有家人想一起申请，要怎么办呢？那每人需要再增加100天的最低工资，意思就是说每增加1个人就要多加1400美元哦。这些数字都会随着最低工资标准每年提升，但如果没有那么多存款，依靠工作或者退休收入也是可以申请，只需要最近6个月的收入达到300天最低工资就可以了。每增加1位家人也是再加100天的最低工资。哇，就是要月入超过4000美元才符合要求耶，真是移民要趁早。那么是不是在领事馆申请就可以呢？是的，但墨西哥驻各国的领事馆通常只会给当地公民或者持有长期居留签证的人办理，而其他短期签证的人一般都不会受理哦。这个签证有效期多长呢？能换成永久居留吗？申请成功后会授予1年有效期的签证，然后需要入境墨西哥办理居留卡，就是类似身份证的文件了。1年后可以续期为3年，在4年后就可以申请永久居留权哦。听起来不错哦。需要做移民监吗？不用了，但这个签证是不能在墨西哥境内工作哦。叫存款移民有点误导了，应该叫花款移民，就是要变着花样款式证明你有钱才能移民哦。再来看看西班牙非营利签证，一听就知道又是不能在当地工作的签证啊。聪明，但除此之外真的没什么可以挑剔。怪不得那么多人移民去西班牙，快讲讲最重要的要求是什么呀？当然是要有钱啦，但又不用非常有钱的那种。什么意思？好像讲得好轻松的样子，那有没有实际要求呢？根据官方网站资料，申请人要证明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支付第1年在西班牙的居住费用，或证明有稳定收入来源，最低要求金额相当于西班牙收入指标 IPREM 的400%，每位家人需要增加100%。目前 IPREM 每个月600欧元，400%就2400欧嘞，仅此而已。这要求好像有点不可思议吧？看起来简单，不代表就是真的简单哦。看条文就知道，这个签证是想给那些不需要在西班牙工作，也有足够财力维持生活的申请人哦。那到底需要多少存款啊？这可说不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拥有一个小目标，肯定是没问题了。那你意思是说要有1个亿吗？那我们就分析一下，这里的经济能力证明指的是银行存款或者西班牙境外收入，需要可以支付第1年在西班牙的居住费用，参考指标就是 IPREM 的标准。总结下来，应该可以理解为存款至少有 IPREM 400%乘以12个月，那就等于28800欧元，就是每年大概3万美元的资金哦。这样听起来还差不多。换句话说，每月收入2400欧，包括退休金、利息这些收入，然后提供最近半年的银行对账单做证明，这样应该也可以啦。是的，被动收入都可以，但别忘了，如果有
家人一起移民的话，就需要增加金额哦。还有每年的 IPREM 标准都会提升，预计这个数字会逐年增加了。虽然如此，但现在看起来钱不多的普通人也是有机会移民欧洲发达国家呀。而且在西班牙连续居住5年后，就可以申请永久居留权啊。欢迎大家留言补充，我们都会看，都会回复哦。之前2个签证要求的存款虽然远低于富豪聚居的新加坡，也低于韩国或土耳其，但对于普通人来说也是不少钱啊。还有没有门槛更低的国家呢？当然有了，马上介绍菲律宾 SRV 签证。这个早有所闻啦，算是个退休签证吧？是啊，可以这样说，因为这个签证有年龄要求，50岁或以上才可以申请，并要求存款2万美元到菲律宾的银行。如果每月有退休金的话，只需要存入1万美元就可以了。只要一直保持存款，就能一直延续签证哦。那就是押金的意思。如果有家人一起，要增加多少呢？这笔押金已经包含2名家人的名额，可以是夫妻或者21岁以下的子女。如果超过，每增加1名家人需要添加15000美元。这个签证可以多次出入境，并且允许在菲律宾工作、学习或者投资哦。挺搞笑啦，都讲明是退休签证，还允许工作呢。还有办理签证的费用，主申请人要交1400美元，每位家属交300美元。此外，每年都需要奉上360美元的年费。好像感觉是高尔夫俱乐部的样子，存钱缴年费，一直缴钱，一直续签证。虽然如此，但初期投入资金仅需2万美元，这样低的移民门槛已经不多见了。但其实这并非移民类型的签证政策，这真的只是一个签证哦。就是说无法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永久居留权哦。菲律宾俱乐部签证费不停付。但世界那么大，到底有没有存款投资金额不太高，又可以获得永久居留权的方法呢？你这种既要又要的态度，真是难得一见啊！如果没有这个签证，我们移民的难度可能会增加很多。对呀，终于要讲到我们所在地的政策，就是厄瓜多投资签证啊。签证主要条件是定期存款金额为100个月最低工资的钱到厄瓜多的银行，为期至少2年，或者购买金额不少于100个月最低工资的房地产。按照今年的最低工资计算，就是46000美元。而且这笔存款会有利息，目前年利率高达8%哦。依靠利息过活不再是梦想了，称得上是新时代的躺平新选择哦。但要注意的是，厄瓜多有资金汇出税，如果想把钱转账去外国或者刷卡网购，就需要征收5%税金。但厄瓜多签证的申请通过率非常高，资料齐全的话都能通过，资金要求不算很多，也很清晰。而且在厄瓜多居住21个月后，就可以申请永久居留权，也可以工作、学习、经商。对比之前谈过的签证，我觉得算是挺好的啦。不用刻意卖花赞花香嘛，我们之前的影片有详细谈论过厄瓜多签证政策，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哦。好了啦，我不是代办签证，也不是中介，只是说说个人感受啦。墨西哥的签证申请资金要求每年都水涨船高，因为最低工资一直在提高嘛，尤其是近几年，每年都提升20%以上。西班牙的签证表面上要求不算很高，但到底行不行，要看实际情况了。以上这2个签证比较适合有足够存款或者稳定收入的朋友，例如远距工作者、退休人士或者网上赚钱的朋友。还有当地的生活成本逐年升高，如果只是依靠存款生活，很容易坐食山空哦。而菲律宾的签证，它真的只是一个签证，不适合想获得永久居留权或者外国身份的人，而且存款相当于是押金，动也不能动。相比之下，厄瓜多的投资签证有利息，又可以获得永久居留权哦。但是厄瓜多有居住要求哦，而墨西哥就不需要。是啊，每个地方都有优缺点，例如西班牙美食、文化、治安
安都很棒，但对于不懂西班牙语的人来说，语言障碍可能很难跨越哦。而在菲律宾就有很多人会英语，但医疗基础设施水平一般般。厄瓜多的移民政策很友好，生活成本也很低，但最近的治安情况不太好，也是劝退了很多人呐。移民要考虑很多方面，经济机会、生活文化、社会福利等等，签证政策只是其中之一，但却是影响很大的因素。即使觉得有个地方很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但签证难度很高，那也去不了啊。既要又要的选择是不存在的。有一个国家总是说既要又要的啦。无论如何，这次谈论的签证也是比较少人留意。为什么会这样呢？也许是觉得便宜没好货吧，或者是根本不知道有这种签证。还有很多人的观念就是移民嘛，首选肯定是要发达国家抱大腿啦。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墨西哥、厄瓜多或者是拉丁美洲的国家会有那么多美国人来居住呢？这个问题非常好，有机会我们可以做支影片深入探讨。各国的签证政策都在经常变化，我们会把官方网站连接放在影片描述栏，那里会有详细说明。如果觉得这支影片不错的话，可以请我们喝杯咖啡啊。我们已经开通 Super Fans， 移民要趁早，订阅对你好。感谢你看到最后，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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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